中餐和法餐有特别多可以结合的，好吃还有好看。有很多村老百姓啊，确实通过种植咖啡盖了新楼房的都有。哇，生意非常火爆，所以说原来外国人也是喜欢我们中国的川菜、辣的菜这些。民以食为天，真的是博大精深的美食文化。哇塞，这里也太神奇了，这么多好吃的！欢迎你来到丝路上的美食次元。你好呀，这个次元看起来也太可口了吧！全是好吃的，有没有你喜欢的？辣椒。那你知道辣椒并不是中国原产的食材，而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的吗？这个问题嘛，我当然知道啦。辣椒是明代传入中国的，它本来是西印度群岛上一株再普通不过的植物了。在与哥伦布船队相逢的那一刻前，没人能相信它将改变这个世界的胃口。你呀，果然是喜欢辣椒，说起来头头是道。其实还有很多食物都有这样有趣的身世。茄子原产于印度，公元4、5世纪传入中国，隋炀帝的最爱。隋炀帝最爱吃茄子啊！土豆又叫洋芋、山药蛋，明朝时期传入中国。山药蛋，可是它明明就是土豆啊！再加上你最爱的辣椒，聪明的中国厨师就会给你一道地道的中国美食。地三鲜，您是在东北学的做菜吧？就是因为中国饮食的博大精深，我都已经在中国苦学厨艺7年了。物产决定了一个地区的口味，但口味呢又滋养出了当地人的秉性。我就是觉得中国的厨师太神奇了，他们能把世界各地的食材融合在一起。是呀，一张餐桌上的菜品可能源自5湖4海，一盘菜之内也可容纳大千世界。那么融合的美食到底是怎么样的味道呢？西瓜、葡萄、石榴、核桃、芝麻、香菜、大蒜、胡萝卜、黄瓜。如今，我们餐桌上许多司空见惯的食材，都是沿着古丝绸之路传入的中国。几千年来，航路的开通、物物的交换，让世界各地的物产得以流通、生根、开枝散叶，进而影响着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融合菜是流动的口味，它既能伴随一群人的共同经历发生，记录族群迁徙的轨迹，也能单纯映照出独立个体的饮食喜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人流物流更为频繁，美食的创新和融合异彩纷呈。如今各种特色食材沿着丝路穿梭，丰富了人们的味蕾，增进了人们对不同文化的了解和认知。东西文化的碰撞，古往今来的智慧，在今天齐聚八方美味的中国，都成为融合菜生长的养分。现在加一加鱼露，中国人爱吃重一些的口味。呀，你们这人可能都吃了，奶酪不能有太瘦的，大家吃不惯。好吃还有好看。招无定数，融合菜的尝试，各家餐厅自有办法。虽然没有绝对的技高一筹，但要问起谁的知名度最高，哪家花样最多，总能找到比较集中的答案。是中法融合美食博主，也是中外食物文化大使。我也是中女婿，我们有2个特别可爱、特别爱吃的小孩子。我们爱健康、爱精神，韩豆面超 A。我叫安闹闹，安静的安，热闹的闹。我今年43岁，我是法国人。安闹闹名副其实的美食达人、网红大咖，
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儿化音也能轻松驾驭。这筷子拿来谁呢？我是正儿八经的老百姓啊，看不出来吗？安闹闹曾经营一家法餐厅，热衷于钻研中法融合菜。如今，为了更好地推广他的美食融合理念，又做起了自媒体，拥有100万粉丝。依托网络，安闹闹的厨艺得以迅速传播，粉丝们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他通过自媒体向世界介绍着中西美食文化的相融。在中国生活10年，特别爱各种各样的中餐，民以食为天，真的是博大精深的美食文化。10年潜心钻研中西方美食融合，是安闹闹事业上的坚持。但他最初踏足中国的起因，是源于一场浪漫的爱情故事。我是一名法国吃货，我在英国见到了一名中国吃货。我叫虫虫，地道的北京姑娘。我是在英国伦敦跟闹闹认识并且相恋的。作为专属大厨，安闹闹会想尽办法满足这位特殊时刻的中国味。我的厨房不仅是有法国的食材，也有中国的食材，中餐和法餐有特别多可以结合的。很多人把这个法餐都当得很高大上、很复杂、很贵呀。法国老百姓他们也是不是吃米其林是吧？法国老百姓吃法国家常菜。我也特别爱四川的各种辣椒，还有豆豉，所以我也经常用豆豉做美食，包括我做一个豆豉辣椒牛排，辣椒和黄油也非常的搭配。豆腐是非常代表中国的一个食材，那什么是最代表法国的呢？奶酪，非常不一样的，也是非常互补的。所以有一天我就是把这2个结合起来，研发了一个豆腐奶酪的一道菜，也是代表我们家的孩子，因为他们是混血，他们有中国的味道，也有法国的味道。音乐、烛光、美食与佳酿，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刻，唯有时间小有限制，只能等到孩子们上学，安闹闹和虫虫才有机会享受只属于他们的2人时光。夜晚是安闹闹为数不多的安静时刻，他在剪辑即将上线的新一期视频。作为美食博主，他希望用富有感染力的视频作品传播丝路美食文化。我认为每一个人跟美食的故事都是家庭的故事，我也一样。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偷偷去厨房吃东西，看看我妈妈做什么好吃的，她就了解我是一个小吃货，她就教我做饭。2个孩子都是在那个婴儿围兜背篮就挎着的时候，爸爸挎着孩子那炒菜。我很多朋友、很多粉丝们跟我说啊，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不让孩子进厨房。我认为这个有可能是一个误会，我们也不能在每一步陪伴孩子，我们只能做什么？我们只能陪伴孩子了解危险在哪，了解怎么处理危险，这样孩子们会有经验。看叶子都变黄了，再过一段时间，它们就开始掉了。每个周末，安闹闹一家都会外出郊游，亲近自然的同时，也让孩子们了解食物的由来，让孩子们更好地尊重食物。外面都是大自然，环境非常的漂亮，然后也是让我回忆我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是在法国乡村长大，很美丽的地方。
北京平谷区素有中国桃乡之称。正值桃季，他们来到桃农张阿姨的果园采摘。来，那你自己试一试，可以吗？那我都好吃。每回往来的这园子，那简直是得开心死。喝饺子。哇，自己尝尝好吃不好吃，拿着往里洗干净了。哎，尝尝，好吃啊，汁儿真多。摘下来的桃子要经过仔细筛选，个头够大，色泽鲜红，无烂无伤，才能作为精品桃对外出售。装好的，好的。哦，谢谢，哇，挺重的，带好了，谢谢。也可以带一些生的那些桃吗？可以的，因为我认为我可以用它做一些好吃的，我也不希望浪费好的食物。品相稍欠但不影响口感的桃子，桃农们常拿来做成罐头。安闹闹决定跟张阿姨合作一把，拍摄一期制作桃罐头的短视频。美食的传播还要借助与人类共通的情感。安闹闹作为自媒体博主，不只是聚焦美食的制作，更是要通过美食讲述丝路故事，使内容更加受国际食客们喜爱。桃原产于中国，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公元前2世纪之后，桃树沿古丝绸之路经甘肃、新疆传到中亚，后引种到欧洲。现在是把桃子放那个罐里面是吧？然后做罐的第3步。这个是做桃罐头的整个过程是不是很简单呢？大家学会了吗？那这个工作做好了，张阿姨刚好跟我们说，我们可以来在这里蹭个饭。院子里的柴锅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孩子们今天不但掌握了生火技能，还学会了几句平谷话。肉火粉上闪卷子，展卷子，大名鼎鼎的伙夫。很多外国人来中国也会非常的爱中国传统的美食。如果我们不教小孩子们做这些传统的中餐，可能没人会做这些东西。我们需要做好传承。午饭时间，张阿姨的小孙子安安也回到家，小朋友们在院子里嬉闹，大人们围锅而坐，虫虫在一旁拍摄下这美好的一幕。你们猜猜这个是用什么做的面包呢？有点玉米那个味儿，有点。美食文化的沟通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两家人因时而聚，以味结缘。融合美食，将具有中国潮、国际范儿、烟火气的饮食画卷，生动地呈现于国际舞台，塑造出中国作为国际美食之都的迷人形象。“一带一路”沿线丰富的文旅美食，更将引领世界起舞，继续魅力无限的舌尖旅程。哇塞，好神奇的地方啊！这么大的橙子，还有榴莲，这是什么？火龙果，还有凤梨，哇，太厉害了！全都是热带水果，我这儿应该是到东南亚了吧？这是什么东西啊？让我来问一下 AI 云数据吧。这是咖啡豆。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咖啡由阿拉伯人经由海路传入中国。当时中国人把咖啡豆称为马来酒，认为可以解热提神，并且还用咖啡与茶叶混合饮用。20世纪80年代末，
云南思茅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普洱市，引种卡蒂姆咖啡。从此，中国咖啡种植面积开始递增，在不断摸索中，品质也有大幅度提升了。现在中国也有自己的特有品种的咖啡豆了。100多年前，法国传教士在云南大理市宾川县朱苦拉村栽下了第一株咖啡树。从此，这株随丝绸之路漂洋过海而来的咖啡苗，不仅种在了中国大地上，也将一个全新的消费习惯逐渐根植在中国人心中。1个多世纪之后，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这株幼苗已经成长为枝繁叶茂的消费品市场。如今，这个市场仍在迅速扩大。咖啡豆的种植需要温暖的环境和充足的光照，因此，只有以赤道为中线，北纬25度到南纬25度之间的区域，才被认为是世界咖啡黄金种植带。云南就是最适合种植咖啡豆的地区之一。在中国，有超过90%的本土咖啡豆来自云南，但过去的几十年里，云南出产的咖啡豆大多被用于制造速溶咖啡，一度被认为是廉价咖啡豆的代名词。为了消除这样的偏见，国内的咖啡专家们带着对乡土的深沉热爱，一头扎进云南的咖啡田里进行科技改良。直到最近几年，状况才真正得以改变。现在，云南也拥有了世界顶尖水准的咖啡豆。这些咖啡豆让新农人们看到了优质作物带来的高附加值和广阔的市场前景。云南咖啡豆逐步摆脱了量大价优的标签，向种植难度更高、品质更好的精品咖啡豆发起挑战。当全球咖啡巨头的目光再一次被云南吸引时，中国咖啡企业已经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引下，来到老挝，开启了一段全新的旅程，将种植精品咖啡豆的成功经验向邻国输出。老挝的风沙里省有肥沃的土壤和丰沛的雨水，这些都是咖啡豆天然的种植优势。但曾经，这里大部分的居民都以种植罂粟为生，当地政府为此头疼不已。要想长久解决这一困局，实施替代种植计划，改种咖啡是绝佳选择。当地政府希望中国企业的到来可以优化风沙里省的产业结构，进而提升当地收益。云南咖啡商人尹新华在当地政府的邀请下来到老挝。我们来的时候就是1500到1600元人民币一个家庭1年的收益，就这样。当我们咖啡项目推进到第4、5年的时候，有很多村老百姓啊，确实是通过种植咖啡得到了不少的收益的，几千块、几万块的很多啊。确实通过种植咖啡盖了新楼房的都有。这边因为上年没有来嘛，为了恢复这个基地啊，增强老百姓的信心，今天到村里去看看。村长，好久不见喽！啊，又来喽！失败的。3年满了。就是上次我们来了，就是恢复咖啡嘛。现在他们村里面有多少户人有这个咖啡啊？今年37ครอบครัวแล้วชาวบ้านก็รู้ท่าอันที่เก็บซื้อเนา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ดี๋ยวนี้หลังจากตีเข้าแล้วมันจะได้ลืมขายแล้วว่าสุกก็มีแล้วทางบริษัทก็现在咖啡的价格比以前价格还高。那个今年种啊，有种那个村长呢，有种办法，就是那个斜坡啊。我们叫那个挖机来把它开成平台，挖了以后呢，我们公司和老百姓签合同，我们公司可以垫资啊，把它垫钱，等到咖啡出来或者什么时候木薯出来或者是薏仁出来的时候再给我们钱，这种模式来帮助老百姓。
到了巴拉拉，那不是高兴。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尹新华已经将自己的大部分事业版图扎根老挝。在他的经营规划里，这里不仅会有现代化的咖啡种植技术、新建的工厂，未来还将发展出集多元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经营模式。这是我们刚刚新建的烘干车间，咖啡、木薯、姜巴，还可以土茯苓，老百姓种的都可以拿来烘。อยู่สำหรับอยู่ฟงสิริเฮายังบ่ทันมีเทื่อเนาะ这个是老百姓拿来的，但是呢还没有成熟就拿来了。替代种植嘛，为了让老百姓理解，那么我们这个宾果呢也给一定的价格也进行收购。เพราะเฮายังบ่ทันได้เชิญนักลงทุนเข้ามานี่สภาพการปลูกฝิ่นยังแพร่ระบาดหลายเนาะมีแพร่ระบาดหลายเห็นว่าสังคมนี่บ่มีความสงบคือว่าไปลักที่ประกอบกันที่ละงัดเงี้ยเกิดขึ้นนั่นแหละจุดนี้บ่พัฒนาเลยบ่ส่งเสริมให้ลูกหลานนี่ไปทำเฮียนเนาะผู้เป็นลูกเมียเนี่ยมันเป็นผู้ไปเฮ็ดผู้เซฟและแม่นผู้ชายส่วนหลายแม่นบ้านปลูกยาฝิ่นและแม่นคือว่ายังอยู่ในความยุ่งยากแหละบ่ทันมีเงินมีทองต่างเยาต่างเงินเทื่อนั่นแม่รถธรรมดานี่ไปบ่ฮอดยุ่งยากแล้วดูฝนและแม่นคือว่าไปบ่ฮอดแท้这个好像是主干线路，还是好路。这个路以前都是那个嘛砂石路，这个水泥路铺起来也是最近2年的事。ต่างนายคณะพรรคอำนาจการปกครองคือต่างนายป่าส่วนบรรณเผาก็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บุญคุณขอบอกขอบใจไปยังพรรครัฐบาลจีนเราร่วมแคมป์พงศิริของเรานี่ก็ได้รับการช่วยเหลือจากเพื่อนจีนนั่นแหละก็ยังหลวงหลายที่มันการเป็นวัตถุเป็นเงินสดสันกรบัทันนี่โครงการปลูกพืชทดแทนการปลูกฝิ่นนี่เวลาหันยกแข่งพงศิริของเรานี่ก็ยังบ่ได้ผลิตเป็นสินค้าได้ส่งออก如今，咖啡已成为当地第1大经济作物，不仅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同时社会治安也在明显改善。พอเฮาสามารถเก็บกามผู้ในนั้นพอก็ได้บำบัดไปแล้ว8 คนถ้าเทียบใส่มือก่อนพอก็สามารถตัวลดพรได้หน่อยนึงเนาะบรรดาบริษัทพืชทดแทนการปลูกฝิ่นก็สนับสนุนหลายเนาะสนับสนุนหลายเป็นต้นแม่น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ในทำลายโซนฝิ่นเนาะ近些年，随着中老铁路这条跨越山河的钢铁巨龙开通，老挝的咖啡也开始出口海外。如今，在西双版纳热闹的旅游区，老挝冰咖啡的招牌随处可见。这些产自老挝的咖啡豆正在经历与云南咖啡豆相似的蜕变过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下合作共建的深入，老挝与中国以及世界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舌尖上的一带一路不仅促进了各国间的贸易畅通，更推动了文化相融与民心相通。一颗咖啡豆成为中外交流的媒介，一杯浓咖啡沿一带一路飘香世界。哇，马卡龙！我这应该是到了欧洲吧？这里可真是热量爆棚啊！哎，这里怎么也有辣椒啊？1492年，哥伦布为开拓新大陆而航海西渡，结果把辣椒带回了欧洲。原来欧洲人吃辣椒比中国人早了100多年，但是如何更好的吃辣椒，好像还是中国厨师更在行。现在在国外，川菜是最重要的中国符号之一呢。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物流变得更加便利，身处异国他乡也能轻易地买到产自中国的香料。但是，好像只有在专业的川菜厨师手中，这些宝贝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价值。16世纪，欧洲传教士带着辣椒这一神奇果实踏足华夏大地。各类本土香料如花椒等的应用范围被不断挤占，
但在四川，花椒与辣椒达成和解，拥有最多拥趸的复合味型，麻辣就此诞生，使得川菜在中餐文化里独占要地。乘上“一带一路”的列车，辣椒与川菜以不同面貌走向海外，传遍全球。英国伦敦街头，五洲四海的味道汇集于此。从市中心人声鼎沸的中国城到街头巷尾，川菜无处不在。位于青年聚集、小众文化风行的康姆登高街，一间门头低调的川菜馆开辟出一条新赛道，进而崭露头角。3位哦，里面请，谢谢。你们喜欢吃辣的菜还是不辣的？我们可以，他吃辣，不可以啊。他不可以。那么如果你会吃辣的话呢，你可以试试我们的水煮鱼。可以。啊，或者是辣子鸡也很不错。有吃过辣子鸡吗？多种食材切片汆熟，混合红油辣椒，撒上新鲜小米椒碎提辣，便是一道经典川味凉菜——夫妻肺片。仔细端详，红油之下，所有食材都似肉非肉，而这就是小店的独到之处，主打全素川菜。从千禧年初来英国至今，陈慧想与素食餐饮打交道已有20年。我2001年的1月份来到了伦敦，那时候很多都是粤菜，他们做的食物呢，有可能就是很清淡的，很少会说有川菜啊这些。后来慢慢的开了一些川菜馆，什么样子？哇，生意非常火爆，所以说原来外国人也是喜欢我们中国的这种川菜、辣的菜这些啊。所以呢，后来我们就想，就是说，那我们把素的也可以转变一下。Hi, hello sir. Like this one, it's like a veggie ham, and this is like a tofu. Yummy! Wow, delicious. Thank you very much. Are you both vegetarian or vegan or? So. Too spicy for you? 素食川菜只是基础，麻辣风味的呈现还要交予何大厨之手。从容不迫，手眼配合，15年的调火颠勺，造就了何大厨的气定神闲。为保证原汁原味，小店所用香料均由四川空运而来。从2荆条辣椒段、朝天椒辣椒面到自制红油，辣椒在何大厨手中实现百般变化。那我们现在是做这个素食川菜啊，针对老外比较多，老外就是不能大麻大辣，所以说一般情况下，楼面下单的时候就要跟我们说清楚，中国人或者是能吃辣的，我们就要加辣加麻。我们就是针对各个顾客的要求来达到了他的想要的那个辣度。Everything is okay? Still a little more spicy. Next time, say little bit spicy. 做餐饮会碰到各式各样的人，熟客特别多，还有的客人是看一些 Instagram 上面啊怎么样，他们就觉得很好奇，特地赶过来吃。有几个客人他不是为了吃饭，他就是想过来，哎呀跟你聊一聊，你的孩子怎么样啦？你们这生意怎么样呀？他说我觉得我坐在里面很舒服。很多老外说啊，我在四川待过很长时间，所以说他一看到中国开餐馆然后再开素食店啊，很高兴。一顿饭的魅力，莫过于将不同饮食偏好的人暂时引向同一个焦点。
焦点在认知以外，美食的边界就随之拓宽，而其背后是人们对异域文化的好奇与向往。我很喜欢川菜，每天我吃饺子，我都会吃辣椒。我1979年1月2号到了台北，1997年就到天津血液中心服务1年，所以我必须就是强迫自己要写中文。那最近也开始认识很多中国人，所以有机会练习。Alright, this is the Temple of Heaven in Beijing. It's Tiantan to the Chinese. 结交中国朋友，阅读中文书籍，练习中国话，这是八方来客对中国文化的探索路径。而靠1日3餐让文化取到肠胃，或许是更直接的方式。面对像 Richard 的这样了解川菜的食客，小店会用更传统的川菜调味俘获他们的味蕾。豆瓣酱与辣椒混合，包裹素鱼。一勺跑油加持，绽放的瞬间，芳香与辛辣到达顶峰，享受美食的乐趣也同样达到高潮。水煮鱼。水煮鱼。Oh, it smells. Everything is okay? Yeah, everything is really, really good, thank you. Okay, hey, yeah. Thank you. Tastes delicious. 一带一路让辣椒和川菜种子撒向各方，又牵肠挂肚，让不同的文化得以交融，又焕发新颜，让不同的情感增添力量，又找到爱的归属。故乡的味道是铭刻在人类脑海深处的记忆，不管走得多远，永远都牵绊着他们。就如同那抹乡愁，不时地挑逗起属于故乡的味蕾。斗转星移，在这颗蓝色星球上生活的人类，已经开始了前所未有的高频率的迁徙。故乡与他乡的界限早已模糊。对那份属于乡愁的滋味也有了新的感受。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让这个世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所有人和物都正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在探索未知的疆域。有的进来，有的出去，来去之间是一场乡愁，一次革新，一个他乡遇故知的惊喜。而味道就像传送门，即使相隔万里，也仅需一口就能抵达彼岸。